街是不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下礼拜天来去逛街？好啦，下礼拜天有那个创世基金会的志工服务。没爱心的家伙。很多志工，所以志工那里有用。已经到了高三了，这有用吗？你觉得有用吗？有。真的吗？有。好啦，下礼拜天要参加的，记得跟老师报名，跟我报名，可不可以？然后你也可以找同学一起去，然后再这样抄也不算，对不对？再赶作业，然后做不做？来吧，先发新的课本，然后我们这个月会专心处理第一册，那我们下个月再专心处理第二册，在下个月
专心处理第4册，那我们就10月份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剩3个月了，就可以考第2轮了。OK， 来吧，先拿到课本。好，来吧，把握时间，我们今天会做很多事情。请你一开始，我们第1册的内容啊，我们包含了数语式嘛，包含了多项式嘛，包含了指对数。这之中考最多的部分应该是多项式跟指对数，尤其指对数每一年一定考你2到3题。OK， 但是你放心，指对数它的课纲有讲，不宜摄入过于复杂的计算。OK， 所以指对数的考题虽然它非常的常考，但是只要你基本概念是懂的，那个分数应该是你一定要拿得到的东西。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帮你把一些题目，它还是一样，它挑得很冗哦，我还是一样帮你筛选掉了。那已经跟着我一开始的地方，什么都不用写，我们重新复习一下指对数的基本概念。OK， 来吧，都可密。来去吧，问你哦，2的平方乘上2的3次方，这你一定会，真题定记得，这是谁？叫做2的5次嘛。这一定可以嘛 ？OK， 2的24是除以2的3次，这是谁？2的负1次嘛，对吧？2的3次方跟谁是一样的？2的6次嘛，都可以嘛，都记得嘛。2去乘上3，全部一口气把它4次方，这个4次方可以干嘛？分到2跟3里面嘛，就是2的4次乘上3的4次嘛。OK， 回过来你要回得过来嘛？可以，指数率你应该很熟了。再来。指数如果可以，但是在高中我们提过了，2的3次方如果是个8，在高中我们在高1上学期的第3次段考的时候，我们提过，这都有另外的写法，就是 log， 然后呢叫做是28会等于3嘛。这个 log 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问你2的几次方会是8，应该是个3，当初我们怎么看的，就直接考1圈就可以了嘛。OK， 这是单纯的复习，3哦，好吧。有指数率就应该会有对数率，还记得吗？如果今天这样子写 log， 我们写的是28，去加上 log， 我写的是一个24，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把它合体，这样 log 什么东西？对数相加，对数相加，对数，这是这个对数嘛？这是对数，这是对数，这叫底数，这是真数。对数相加变成是底数一样的时候，真数要干嘛？应该是直接相乘嘛，很合理的事情嘛。log 28是一个3嘛 ，log 24是一个2嘛，3加2会是一个5嘛，那 log 232真的是一个5，很合理的事情嘛，可以哈 ，OK， 对加应该变成是真数，会变相乘 ，OK， 反过来说嘞，如果今天 log 28你解的是一个 log 24的话，对解要干嘛？真数，这种事情应该是相除，应该是8除以7，应该会是一个2，答案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吗？后来问各位几个问题，这个多少？1，你要自动翻译嘛？2的几次方是个2，应该是个1吧？再来 log 20呢？这是多少？2的几次方会是0？无可能的代志，还记得 log 的自然限制吗？什么是自然限制 ？log 你在写的时候，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本身就有限制哦。你一旦写的是一个 log 的 ab， 这个 a 跟这个 b 要符合什么条件？叫做全正底部为0。有印象吗？这个 a 跟 b 本身你写完就会有自然限制嘛，这都是 a 一定要是正的 ，b 一定要是正的。但这个底数我们不讨论它是1，因为底数是1，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1的几次方还是一个1嘛。OK， 这里克隆。这里克隆，好不 ？log 的自然限制全正底部为1，没看好啦，这些东西基本的你都会了，那稍微复习一下，有个这样的东西叫 log 27，这东西如果当你今天发现真数或底数你不太喜欢的时候，你可以干嘛？叫做换底，它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log 7去除以 log 2，那个底数嘞，随你开心，看你喜欢谁。这里可以是一个10，也可以是个10，是 OK 的，这没什么问题。再来，如果今天问你 log 23，它跟 log 32的关系叫什么？
应该是一个导数关系，这都还记得，都没问题。好，基本论你都有的话，来吧，能不能看到它非常常考的东西？我先把关于一口气先讲完了，一口气翻到80页，翻到高。有一个东西，当初我们在段考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落掉，叫做是函数图形。但是学测函数图形考的超级无敌的多。来吧，在看80页的函数题之前，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要看任何的指数函数或对数函数长怎么样，我们都先不要看，你先回答我。我今天想要让各位复习的是对称。我们的主角叫做是 y 等于2x，这样就好了，它就好了。OK， 来我问你 ，y 等于2x 你画出来都是什么？它应该是一个斜直线，对吧？画出来之后应该会形成是这样子的东西嘛？好啦，我问你啊，我今天把这个直线对称给克服出来，请问我的代数必须要做什么变化？什么是对称 x 轴？对称 x 轴应该是把这条直线干嘛？把这个点打下来，这个点打下来，这个点打上去，画出来长这样子，对吗？这叫对称 x 轴嘛。OK， 那请问你，我要对称 x 轴图形的话，它的代数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是 x 这个是从上变下，从上变下，从上变下，从下变上，动的是谁？动的是谁 ？y。动的是 y 不是吗？你不是从上变下，上下管的是 y 嘛？对吗？你不是找 y 做什么事情？从上变下，从下变上，叫做冠符号。OK，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对称 x 轴，你的代数变化叫做是单纯把你原本的 y 变成是负 y。OK， 那你的主角不是应该是 y 等于2x， 你对称 x 轴来，你的主角要干嘛？变成是对这个 y 干嘛？冠符号嘛，变成是一个负 y 等于2个 x， 这个东西画出来就会跟它对称 x 轴。3号，这可以。好，那如果今天对称 y 轴来，对称 y 轴。图形对称 y 轴，你想一下，对称 y 轴不是应该是这个点到它了，这个点到它了，这个点到它了，这是什么？动的是谁？从右变左，从右变左，从左变右，这个动的是 x 嘛，所以 x 冠符号嘛，对嘛？所以应该是把 x 变成是负的 x 嘛，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x 冠个符号给它，它就会自动对称 y 轴嘛。如果没问题。再问你，对称原点，对称原点，对称原点，什么是对称原点？如果今天我有个点点对称这个原点，它如果是一个单字好了，它这个单字对称原点的点数量是谁？应该是把这一个00当成是点中点嘛，所以你相加完之后除以2必须要是00嘛，对嘛？所以这个点点应该会是一个负3负4。OK， 两个比较吧，从34变负3负4做了什么事情？叫做 x 冠符号 ，y 也要冠符号嘛，所以应该是如果对称原点，你要必须一口气做两件事情 ，y 要变成是负 y，x 要变成是一个负 x 嘛，可以。再来，如果对称 y 等于 x。如果什么是对称 y 等于 x？ 应该是这一条是 y 等于 x 嘛？你对称于它，如果今天会有个点，在这个地方你对称过去，导上去，应该是在这边嘛 ？OK， 要符合什么变化？坐标，这边的坐标不是应该会有 x 这一段跟 y 这一段，对吗？那你这一段的长度应该跑在这个地方来吧，对吗？那你这边的长度会跑在这个地方来吧？ OK， 那你先看 x， 这个点的 x 会变成是它的 y 嘛？它的 y 会变成是它的 x 嘛？这个叫 xy 互换嘛 ？OK， 所以当你今天是对称 y 等于 x 的时候，应该会是一个 x 跟 y 互换吧 ？OK， 来，没问题，把这个东西先写在80页的地方，先慢慢写。
所以这边也找了。是的，然后现在变成是因为班级都我接，因为班现在爆炸，然后40多个人，干不下去了。啊？因为不干了。让学生考试。可以哦，过来，没问题。干嘛讲这个啊？来，我问你，这不要抄哦，我先回答我就可以了。你还记得吗？如果今天底数是个2，y 等于2x，它的图形应该会长成什么德性？底数是个2嘛 ，x 是1的时候不是2吗 ？x 2的时候不是4吗？3的时候是8，4的时候是16，是越跑越快了。OK， 所以当你今天是 y 等于2x 的时候，你的图形应该是往上升上去嘛？可以。那如果今天是一个 y 会等于1/2的 x 呢？是什么话 ？x 越大你会越乘越小 ，x 越大你越乘越小，表示应该会这样降下来吧？可以。这个 log 2x 怎么办？带一点嘛，一个就带嘛，对吗？当你 x 是2的时候 ，y 应该是个0嘛。好 ，x 是2的时候 y 应该是个1嘛 ，x 是个1的时候 y 是个0嘛。OK， 画出来应该是这个性嘛。可以。那这样子 ，y 等于 log 1/2x 的时候，带一点嘛，你画得出来，好不好？好，这样，没看啊 ，OK， 带一点而已，真的忘记带个点 ，OK， 干嘛讲这个？来吧，问。当我今天先不要管别的东西，我只管叫做是 y 会等于2的 x 次方，这个东西画出来之后的函数图形应该就是它嘛，我画出来之后应该会形成这样的东西嘛，长这样嘛 ，OK， 这个点应该会是个0一，一定会避过01嘛，任何的指数函数避过01嘛，对吗？好，我问你，在刚刚我们提过任何对称的方式。如果今天我对这个东西，我做一件事情，我希望它对称 y 轴，OK， 我怎么办？叫做 y 会等于2的什么东西？刚刚讲过了，对称 y 轴不是应该是把 x 变负号吗？那不是应该是对吗？那你对称 y 轴，你的函数图形怎么画？对称 y 轴的函数图形不是应该是等这样对过来，应该会形成正负的形吗？这样可以，所以这一条不是应该会是一个 y 等于2的负 x， 这样可以。但是啊，你想，老师这个图形好像跟这个有点像哎，但是你今天这个地方不是写的不一样吗？对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负 x？ 什么是负 x？ 什么叫负 x？ 不是2的负1在 x 次方吗？什么是2的负1？1/2嘛，对嘛？所以其实它就是1/2的 x 嘛。OK， 你顺便记起来了，你不仅复习了函数图形的对称性怎么做，也顺便复习了你今天指数函数的时候，当你今天的底数是一个是导数关系的时候，你的对称性就是对称于 y 轴，没答吗？没答 ？OK， 再来，我再做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对这个东西要 y 等于2x， 我把它对称 y 等于 x 这个直线。哇，这个东西对称 y 等于 x 这个直线 ，OK， 对称它画下来 ，OK， 这个是谁？理论上来说，图形应该会长成是正负德性，应该是它嘛，对吗？啊，可是我刚刚也讲了，你对称 y 等于 x 的话，你的代数变换不是应该是把 x y 互换嘛，对吗？本来是一个 y 等于2的 x， 你 x y 互换之后来，应该是谁？应该是 x y。长这样嘛，没上，但是再来，这个图形它不是跟这个很像，对吗？这是谁 ？y 等于log 2x，老师不对啊，比较起 x 等于2y，这个是这个东西，又不一样，对吗？有不一样吗？如果今天有对这个东西取个 log 2，这取个 log 2 ，OK， 什么是 log 2？1嘛，那你自动是往前飞。对嘛？所以呢，往前飞之后 ，y 倒写 y 等于 a 大坨 log 2x，
而不是跟它一模一样。A 站 ，OK， 所以顺便又复习到，为什么今天指数函数跟对数函数它们会是一个对称于 y 等于 x 的函数？因为它们本来就是 x y 互换，那你 x y 互换本来就对称于 y 等于 x， 懂了？可以，这围起来吧，围起来吧，边画，按你边画边想一下。那你另外一条我就不讲了啦，就是它就是一样的东西，我来告所以你不仅要知道它们的对称性，你也要知道它们怎么来的，你也要知道到时候题目给你，你要会画图。来，让你第四这一条是 y 的部分。你在开始数笔记，你就觉得有点疲累，对不对？那个体力有点差，对吧？有差哦，你想开学要稍微调整一下，更累一点点。记得要睡觉，真的，这不是老人提心，这个是经验，记得睡觉，不然晚上会怎么样？你好，这死白目，中午睡觉走不完，不要啦，困啦。我早上走到学校里面，对，然后发现我没睡着，那时候已经快8点，对，然后主任就跟我说吃饭去了，我靠，我要看，不行，不行，所以这个自由法，最后你要限制自己，真的，我讲真的，这是经验。我都吓到了。我已经习惯了啊。我每天10点几都让你吃早餐，像暑假一样面对是8月才做11月的事情。来，没问题，翻到98页，我先一口气把观念都先讲完。你翻到98，我等你，还慢慢画。当你画完以后，你翻到98。好，都可以了，来吧，翻到98页，有另外的东西，手数跟尾数，这个考不考啊？我讲真的，99年考了一题，100年考了一题，104年考了2题，去年没考，今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来吧，手数跟尾数在讲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当时的你在看参考书的时候，应该有去记个什么手数加1是几位数，尾数是多少苦瓜哥？讲真的，我们这复习课程不要背那个，你直接推一次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推一次。如果今天题目是这样子，有一个 A 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 A 我取漏了之后，叫做是3点1。OK， 那你跟我推这，它是今天的什么手术13，尾数这边会刮这都不要去记。这个地方什么数字都没有写，多少？10，对吗？如果这里是一个10，那我根据我们刚刚从对数换成是指数的方式，不是应该是敲一圈上去吗？对吗？既然是敲一圈，表示这个 A 它是谁？这个 A 我敲一圈回来，它不是一个10的3.144方吗？这样可以。但是我今天喜欢的10的话，中间的次方只要是个整数，是超级无敌好看嘛。10的4次方10000嘛，10的3次方1000嘛，对吗？这个东西我可以这样子改写，叫10的0.14再乘上10的3次方，跟得上你？可以 ，OK， 来吧，你告诉我，你觉得10的0.14次方是多少？好，如果你忘了，这个你还记得吗？这个0.301，这什么意思？这不是10吗？敲一圈，所以10的0.3011上是个2，对吗？做个3多少？0.4771，这要稍微记一下。OK， 0.477，因为有的时候学生不会的。OK， 一样嘛，你敲一圈上去叫10的0.4771次方是3嘛，对吗？
但是我今天是10的0.14次方，差不多多少？你0.30104才是2哦，你有到0.3010吗？没有，你一定比2更小，几点几？你一定1点多。OK， 所以你一定会是一个1点多乘上10的3次方，对吗？表示你是个1点多乘10的3次方，你几位数？1后面多3个，1后面多3个，你几位数？4位数最后你要记吗？懂吗？懂吗？对吧？开头数字一定多少？你推完了，可以哦，你要去记，可以哦。OK， 所以我马上可以知道，我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4位数，以及我的开头系数应该是个1，开头是个1。好，再来。但是如果你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这样，如果你今天一个 log b 是谁我不知道，当取完 log 之后，它叫做是一个0.14，请问你，那我到底是一个小数点或者是人？怎么办？一样，10页推就可以，不要去记，这边不是10吗？靠圈回来，叫做是这个 b 应该是一个10的负3.14嘛，应该是这样嘛，对嘛？再来哦，你习惯性的你喜欢的应该是10，这个是一个整数，而且今天是乘上10的一个次方，这个次方应该是个小数，纯小数，不是负的哦，不是负的哦。OK， 所以这怎么来写？它应该是10，然后嘞，负字去乘上10。0点，好嘞，加6嘛，然后嘞，加8嘛，可以，跟得上，跟得上。OK， 那什么是10的0.86？什么是10的0.86？有一个你要另外记，log 7多少？0.8451，8451最好记，最好记。OK， 如果今天 log 7是0.8451，这不是0.86吗？应该差不多。7点多嘛，对嘛？所以它是个7点多乘上10的负字。OK， 什么是10的负字？还记得吗？它是一个7点多，然后嘞，向左移4位嘛，1、2、3、4，0.0007嘛，可以。所以小数点后第几位不为例？第4位嘛，第4位嘛，这个数字是谁？7，都会啊。可以哦，各位来写下来吧，把这东西推给你的步骤，把它写下来，心想一遍，应该是小数后4位不为0，而且那个波形的数字叫做7。再翻到105页，我先把观念一口气讲光光。好了，都可以了，来吧，请你翻到105页。105页，我直接带你做题目，查表也请你务必一定要会。你看到第一题，他说已知 log3x 叫做是0.7126，请你利用下列的对数表去算出说那 log3会是多少。
你我都知道 log 3要0.841，但是我们今天希望0.4771公不了，那我们今天希望利用这个最数表去求。来吧，题目说什么？题目说，反正现在 log 3x， 你看到这个东西怎么答？它就是一个 log 3去加上 log x， 对吗？那它不是说它叫做是一个0.726，对吗？二来，你还记得怎么查表吗？你帮我找一下吧，在这个表2的地方的右下角，好像有一个值叫7126，你有看到吗？有看到，把它圈起来好不好？把它圈起来，在表2的地方，表2的右下角有个7126，你7126往左边对，它不是一个51吗？不是一个6吗？对吗？它是一个有51跟6所对出来的结果嘛，对吗？你要会看哦。第一个，这个7126的前面它省略了0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0.7126，以及这个51它也省略一个东西，叫做是5跟1之间有一个点点，它是一个5.1的意思。这个6嘛，它的意思实际的意思是这样，叫 log 5.16，叫做是0.7126，这样翻译呢？可以。那如果可以的话，它不是说，你看题目哦，题目不是讲它的所求值是0.7126嘛，表示我根据查表，我可以晓得它应该就是一个 log 5.16，跟得上，跟得上。好，再来，你看头看尾，表示今天3x 的位置会跟5.16根本就一模一样嘛，所以呢，直接写了，你的3个 x 应该就是一个5.16，表示 x 是谁 ？x。把那个5.16除以3嘛，应该会是一个1.72吧，1.72嘛。好，再来，反正现在 x 叫做是1.72，我做一件事情，我取 log，兄弟，问你，我干嘛取 log？因为这个当解释对数，我们要取 log。是嘛？你学这考题一定很多嘛，你干嘛取 log？因为这里需要 log x， 不叫这个说得出来，我说过来之后，log 3就出来了，懂吗？懂吗？多总是需要 log x 嘛。来拿2来看，如果今天 log x 或者 log 1.72，log 1.72你有没有？帮我找一下，表一，左边找17，有没有？有17，旁边呢找2，所对的答案呢？2355有吗？对吗？表示这个东西 log 1.72，它应该是一个2355怎么写？它省略了0点，可以吗？所以是个0.2355。那你答 ，OK， 表示我也知道了 log x 的实际的值。好，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全部拿回去，把它带回哪里？带回这个地方，这一坨。OK， 所以 log 3再加上0.2355的值是0.7126，你要做的事情 ，log 3丢过去，跟着0.235丢过去，应该会是个0.4771，写完，来。没问题的话，直接往后面翻，还有另外的东西你要去记，翻到106页。OK， 106的地方你要注意的是这样，他说已经知道了 log 的5.47，log 5.47，log 5.47叫做是一个值，叫做是0.7380，以及 log 的5.48，log 5.48叫做是一个0.7388，但好奇的是，请问你 log 5.4745，log 5.4745是谁 ？OK， 怎么办？跟当初三角函数的那个差值法，那个是一模一样，内差法是一模一样的概念。
加5.47嘛，就下了啊5.47啊，再5.48嘛，就下5.48嘛。所求5.4745，在正中间就写正中间嘛，4745嘛。可以哦，答案呢写右边啊，这个地方叫0.7380，5.48叫0.7388，你要求的定成是个 x 嘛，做什么事情？这里相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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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成比例嘛。安的话，好不好？请你回忆起来，会不会考？考过哦。OK，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段，这是第四段。所求呢，1去比上2会等于3去比上4，该掉啊。写完呢，那个剩下的只是基本计算。写完之后，那个 x 叫做0.73836。来，我们把十对数的概念全部都讲完了，大家看题目，帮各位再重整一次。十对数你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指数率你一定要会，对数率你一定要会。OK， 基本的换比公式你也要知道。基本的一个就是不等式的部分刚没有习过，没有关系，这一题就懂。log 3a 大于log 3b， 这个 a 跟 b 谁大谁小？谁会大于 b 嘛？对嘛 ？log 1/3a 跟大于 log 1/3b， 这个 a 跟 b 谁大谁小？会反过来嘛？因为这边是个3的负一次嘛，3的负一次嘛，丢出去会有负号嘛，换负号嘛，会变号嘛，会变成是 a 会小于 b 嘛。OK， 基本概念你懂之后，再来图形的东西你一定要会。到时候我会有一连串的练习，这你不用紧张。图形会了之后，查表你也要记得，手数尾数你也要记得。最怕什么？它跟等比级数考在一起，还记得吗？当初考一大堆什么复率要还钱不还钱那样。前年就考了一题还钱不还钱，考2题，前年104就考2题还钱不还钱。哎呀，所以那东西我们这里会做。OK， 好，没问题，我们来看题目吧。请你翻到一开始的地方，在63页往后翻，64吧。上礼拜天的时候，然后我女朋友就吵着要我去提东西给她吃，因为我这次没有准备给她吃。但讲真的，其实我很少下厨，但我煮东西应该算还不错，就是还不错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台糖，我家附近有台糖，然后我就去买那个绞肉。因为是礼拜天嘛，我穿得很随性，所以然后我就拿着绞肉，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穿短裤，运动裤有短裤。然后拿着我的绞肉，绞肉皮带，那个台糖绞肉是那种皮带，就是完全他没有去那个就是处理过的，对，就整包都红色，就整包红色。然后我就小短裤嘛，然后穿着拖鞋这样子，去买那个就是绞肉，然后那时候完全就是放弃思考，那时候我们家附近新开一间学校叫宜宁，听过吗？就宜宁中学，他要迁校，他迁到我们家隔壁，然后就整大片山坡地图都开发掉，然后就是有一大片的草地。那其实我蛮喜欢打棒之外，我当时是蛮喜欢打，很多见那草地都没有什么人嘛，我就想说这边可以就是挥一下棒球，就是打发时间运动。我就去台糖，然后买那个棒球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整个人就是对之类的，然后就是。很懒惰，我就搓那个棒球棍，我用搓就很重，我搓棒球棍嘛，然后就把那个棒球棍放在地板上那样搓，然后那一天其实心情蛮开心的，就整段注意笑，然后整段路从我拿到棒球棍一路拖到那个就是付钱的地方，整段路途就没有录下来，他旁边一直笑，我刚才干嘛？我就不理他，我就开始笑，然后棒球棍一路往那个
那个收钱台走嘛，以往台场都要等很久啊。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走过去，钱都是空的这样子，我马上就过去，马上就走了，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一点，我再也不敢去台场了，然后就丢脸。来吧，咱们看6，看题目啦。6这地方，请你先看到第3题，我们今天着重在逻辑思考，因为这个地方考的观念应该是不难，但是我希望各位逻辑思考是清楚。看到第3吧，他讲说2的 a 次方叫做是3的 b 次方，也等于5的 c 次方，叫做是一个 k。OK， 看到这一段话，马上自动翻译，叫做是2是 k 的几次方，2是 k 的几次方。2的 a 次是个 k， 所以2是 k 的几次方，叫做是导数次方嘛 ，a 分之1嘛，这可以。2的3次方是8，反过来说2是8的3分之1次，一样的概念。OK， 那3呢应该是 k 的1分之1次嘛，5呢应该是 k 的1分之1次嘛。OK， 应该是可以马上写出这一步嘛。题目问你什么？题目问的是说，请问你 a 分之1哦，如果今天 a 分之1。a 分之1加上 b 分之2，哦 b 分之1吗 ？b 分之1加上 c 分之1叫做是一个2，但是好奇的是 k 是谁啊？问你，已知做什么事情会跑出全部是次方相加？乘嘛，对嘛？所以你把2乘3乘5就会得到 k 的 a 分之1加上 b 分之1加上 b 分之1叫做是 k 的平方嘛。3266530是 k 的平方，所以 k 应该是正负根号30吧？会太快吗？跟得上？马语已经呈现完全不思考了，抄袭了对啊？可以哈，对。可以猜没猜啊？还是我要repeat，重新开始repeat。可以吗？2的 a 是个 k 嘛，所以2是 k 的 a 嘛，这不能接受。那我怎么样？这个吧，这个不行。红中医10公里，2的3次不是8吗？所以8的3分之1次不是2吗？3分之1次是开3次根号的意思吗？对吗？这可以的，可以，好，我们放球棍给你，我现在放我车上，我真的放球棍，真的车上，OK， 这边，因为你今天需要的是 a 分之1加 b 分之1加 c 分之1嘛，但是现在那个 a 分之1的次方，在次方做什么事情会有次方相加？乘开嘛，这个乘这个，不是应该是 k 的 a 分之1加 b 分之1加 c 分之1，数值不是应该是23乘5在这里，对吗？所以30会等于它，c 大坨等于2，题目说的，所以 k 平要写 k 平这个30，所以 k 呢正负根号30，没问题。问你取正取负还是两个都对？取正取负还是两个都是对的？答案是正的根号30，还是负的根号30，还是正负根号30？你要看哪里？看这里啊，你2a 等于 k， 2的几次方会是 k 啊？不知道嘛，但是你2的几次方有可能是负的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了，取正解完，懂吗 ？OK， 所以这个地方取正。好的，没问题，往后面翻到65页，翻到65。请你看到65页的第3道题目，比较大小 ，OK， 这个怎么办？我跟你讲，在数学里面你要比大小 ，OK， 怎么比啊？我只要今天可能两件事情而已嘛，一个叫底数嘛，一个就是次方嘛。
你要比大小，要么式方一样，要么体数一样，对吗？体数2跟3跟6好变吗？应该不好变，但是式方呢，1/2、1/3、1/6可以变一样吗？应该可以试着看看怎么变。我倒写，反正现在因为1/2嘛，这1/3嘛，这1/6嘛，好像可以共同变成12/1，懂吗？这里1/2，这边放多少？6嘛，可以 ，OK。再来，这个地方是3嘛，式方变12/1嘛，它是1/3嘛，我变12/1了，里面放里面是的 ，OK。再来，这里是6，外面我一样变12/1，这边是1/6，我变12/1了，这里是要放多少？2，跟得上，可以 ，OK。爆开之后呢，所求应该会是一个2/6次方，应该会是一个64的12/1，这里它应该会是个81的12/1，再来应该是个36的12/1嘛。后来我先讲完再写，问你哦，我这样写完之后，你有办法判别大小吗？可以吗？什么是12/1？那是一个开很多次根号的问题。那你的数字越大，开式方开一样，你数字本来就大了。开完之后还是比较大啊，OK， 所以写完了81的一定最大，所以所求应该会是一个 B 大于 A 再大于 C， 写完了。可以就往后面翻，一口气翻到71页，翻到71。还有哪里不懂？金轴线不值得这一条，根本就是那个折正，用口折正，然后杀伤力十足的。没有拿过棒球棍，没有拿过棒球棍。你爸有抓过拿棒球棍的棍棍？没有，应该没有吧？台中不是那个习惯的飙车族拿棒球棍去敲？没有吗？没有吗？你现在这把就把钱丢了，直接把它放手。对啊，这还要去车上拿哎，我一枪直接放身上就好了。当然没问题，看到71页的话，我们看到第一题的部分。第一题讲啊，如果今天我的题目讲的是一个 log， 然后底数2x 减1，增数叫做是一个负3x 平方加上11个 x 再去减掉6，它是有意义的。不要忘记了，我看就讲了。任何一个对数，它当然是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如果今天要有定义，一定会有个自然限制，叫什么？叫做全正底部为1。OK， 底数是正的，增数是正的，但是底数不可以是1，好不好？全正底部为1，表示你今天要有意义，马上写出说你的自然限制就冒出来吧。全正所以负3x 平方加上11个 x 减6必须要大于0，以及2x 减1也要大于0，以及底部为1 ，2x 减1要不等于1。OK， 按你要做的事情，这个我等到国项式再讲，好不好？按你各位应该是你会记得啦，就是解那个不等式。它解完之后，大家要干嘛？取交集嘛，好不好？过程我们到时候就是下堂课我们再说，但是你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OK， 就是解不等式取交集，答案就出来了。答案会是一个 x 会介在2/3跟3之间，但是 x 不可以是个1。写完再往后面翻，翻到72页，翻到72。72页，我们看到的是第2题的部分。OK， 第2题，咱们开始。第2题你要注意的是这样子哦，你在看第2题的题目的时候，你会看到双重根号，还记得双重根号吗？双重根号的概念应该是这样。
应该会是一个，比如说来一个15去加上改掉，这边是个8，这边是加上2倍的根号15，你还记得吗？这怎么办？里面叫相乘，外面叫相加，相乘是15，相加是8，应该取的是5跟3嘛，所以拆掉之后呢，叫根号5去加上根号3嘛，对嘛？但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2嘛 ，OK， 回到这一题的地方，这边是个2吗？应该不是，那怎么办？改2就好了嘛，这边是10嘛，改2的话还是多少？5嘛，那5要干嘛？往里面丢嘛，对嘛？所以所求不是应该是根号的53去加上2倍的根号，那我的25乘6，25乘6，150啊，150 ，OK， 再加上后面的部分呢，倒写根号21减掉，这里也不是2嘛，改2嘛，这边改2，它不是6吗？它不是6吗？那你改2之后呢，不是好3，这3干嘛？丢进去嘛，对嘛？3进根号变9了，9乘6应该会是个54。可以，来，你猜给我，是多少？这个，相乘是150，相加是53，相乘150，相乘150，相加53，50跟3嘛，对嘛？所以应该是一个根号50再加根号3嘛。后面呢，相乘54，相加相乘54，相加21，18跟3嘛，对嘛？所以应该是加上根号18，再减掉根号3嘛。没事 ，OK， 来吧，咱们合体。什么是根号50？什么是根号50？5倍的根号2嘛，对嘛？5倍的根号2嘛。什么是根号18？根号18，3倍的根号2嘛，对嘛？加上3倍的根号2嘛。所以所求不是应该是 log 8再8倍的根号2不是吗？可以 ，OK， 来再来，这个怎么算？会不会？这怎么办？来，如果你忘记，什么是8？一律回到最简嘛，8是2的几次？3次嘛，2的3次嘛，这是什么？这是2的3次再乘上2的1/2次，2的几次？2的3次乘上2的1/2次，2的7/3次嘛，对嘛？那你次方不是可以往前飞，对嘛？所以3分之2，这里是2/3/7，所求不是应该是7/3吗？对嘛？所以所求7/6嘛，那就下掉。走，来给你动脑筋，请你把71页的第2题打个勾勾，71页的第2，还有73页的第2，先这2题你动手做做看。71页的第2跟73页的第2。
好的，我们试着处理一次吧。第一个第二先等一下，我们先处理这个。这一题应该在座各位在当初算好的时候应该做过一系列类似的问题。log 23是个 A， log 37是个 B。如果你今天勇敢把 log 23跟 log 37相乘，这个3跟3会干嘛？会消掉，叫连锁率。对嘛？消掉之后叫 log， 底数是个2，分数是个7嘛，所求这是个 A， 这是个 B， 相乘应该是个 AB 嘛 ，OK， 所以你目前应该可以得到 log 27是个 AB， 但你现在你要求的东西是个 log 72跟56嘛，你的底数是个42兄弟，你可以把42拆开吗？你可以拆42吗？你可以动42的一值吗？不行，你可换不可拆，你只可以换。你的底数可以换掉，不可以拆掉，拆掉一定是错误 ，OK？ 你只可以换，不可以拆 ，OK？ 那你42你不要嘛，换谁？那你喜欢就好啦。但是我们有2嘛，我们有3嘛，我们有2嘛，对嘛？2比较多嘛，我们换2好了啦 ，OK？ 那如果换2的话，原本的题目不是应该是56倒写去除以 log 42倒写，这个你要会哦，阿宝，这东西应该是放2，这放2，再来改掉吧，等式56。8对吧？对 ，log 28去加上 log 27，没问题。OK， 什么是4的2？37。哇，10口音嘞，这不是重修了，哇，67嘛，对嘛？67那不是应该是85是6，是6 23嘛，对嘛？是 log 22再加23，再去加上 log 27，各位跟得上我吗？可以哦。什么是 log 28？3 ，OK， 对分子的部分应该写出来了，应该是个3。log 27刚刚有 AB 相加 ，OK，log 22 1嘛，再加上 log 23，有吗？有吗？在哪里 ？A 嘛，再加上 log 27 AB 嘛，写完了。好，需要做笔记的话，给一点时间把它做起来。终于啊！好的，再来，请你看到71页的第2题的部分，它不是说要有意义吗？你要有意义，就必须要就是符合对数的自然限制嘛，叫全正底部为1 ，OK？ 既要全正，要全正，底数真数嘛，真数要全正，但真数有几个？真数有3个哦，你3个都要是正的哦。可以哦，第一个真数是谁？第一个真数是从蓝色开始的部分，这一大坨都是一个真数嘛，对吗？所以你刚刚符合的是第一个东西，你的 log 1/3 log cx 应该要全正，就是要大于1嘛。所以什么是1？什么是1？
这不是 log 你底数比1/3吗？1/3的什么的多少？什么是1？好，更正 ，my fault， 全正大于0啊，大于0。OK， 那你是0的话，是 log 3/4的几次啊？应该是1吧，考一圈嘛，是1嘛，对嘛？再来，那你觉得 log 7x， 既然这样子写的话，你这一大坨要大于它 ，OK？ 那你上面的部分跟1的关系怎么写？大于吗？还是小于？大于还是小于？小于嘛，这边不是1/3，刚不是讲了，结果是一个分数形式的话，再倒过来，这边是一个小于，不是吗？对嘛？那你都1呢？1不是应该是 log 77，对嘛？所以 log 7x 会小于 log 77，表示你的 x 在干嘛 ？log 7x 小于 log 77，你的 x 跟7呢？小于7嘛。OK， 我应该得到第一个不等式的嘛，好不好？全部推完，还没结束啊。有可能你的分数在第二个地方红色的部分是一个 log 7x 嘛，对嘛？全正比不为1，所以这东西你也需要符合的是大于0嘛，对嘛？按0的部分不是应该是一个把底数变一样，你是一个 log 77吧，对嘛？更正 log 角落影响，先翻到我的角落。log 77大于 log 71，所以呢 x 在干嘛？大于1嘛 ，x 大于1 ，OK 可以获得第二个不等式嘛 ，OK 还没结束哦，还没有结束哦。第三件事情还有什么？最后一个真数叫 x， 你也必须要符合全正比不为1，所以全正 x 大于0 ，OK 所以第三个不等式嘛。OK， 你把同样一个题目，同一件事情分成3大段再解，最后你要干嘛？合为同一段嘛，对吗？比7更小，比1更大，比0更大，全部合在一起，根据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跟第三件事情，你的答案应该是 x 会介在1跟7之间，写完了。有算对了吗？除了那个配置中之外。的话，请你做个笔记。你们自己煮东西吃吗？我气服。你有气服？想要，但是因为就是吃了之后就是不好吃，还是吃了之后。不是啊，我只是弄材料。弄材料。那自己就是做豆浆。对，我后来很少下厨，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一次是我要切菜，然后切菜不是要这样切嘛，你这样就是你要这样子这样切。然后我那一次就是忘记讲，那时候是把手伸进去，那时候是，对我那时候是削一块肉下来，然后就绑起来，然后削完之后那一阵子我就很少在煮饭，因为你知道一朝被蛇咬，10年怕蛇，有时候怕它太。我那时候去看医生啊，那时候还晚上，我就看医生，然后医生看到我就应该是知道那个是。不能吃啊，人肉呀！他就是看一看就在那个刀上是菜刀切出来，就是他们可能看过太多类似的。我之前有一个，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室友他后来上医科啊，他后来去那个之前去就是工作，然后他说他看过太多刀伤，他说他练到后来就一看就知道那刀伤挺好的。他有一次是看到一个女生，一个年轻女孩子，然后她的脚是从大腿的一条刀的头下来，超深的头下来，一个年轻女孩。然后他一开始以为是这样自杀，然后后来他想说自杀应该不会活那么长，后来是那个女生啊，自杀口应该超级痛吧？我都好惨。然后后来他是那个女生她做美劳作业，然后她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在垫的那个绿色那个板子，你知道吗？她那女生异想天开，直接拿大锤。我刚就是那话。那你先过来一个，我怎么会做完劳作的事情？哎，没问题，咱们继续。
翻到。来看必考的图形题，你翻到81页，81。这个很简单啊，这个你要会哦。RT 的地方，你看右手边就好了。右手边不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吗？对吗？这个怎么做？到底那个 A 跟 B 跟 C 跟 D 到底怎么做？你把 x 等于1代入 ，OK， 如果 x 是1的时候，你对上去是这一条。会了，对吗？所以这个点是什么？这个点，它不是 y 等于 ax 吗？按 x 是1的正好就是等于那个 a 吗？会了 ，OK， 再来，应该是那一个等等，那个是 C 啊，那个是 C， 这边是 C。第二个应该是出吧 ，OK， 第三个你自己看一下，它应该是从谁降下来？应该是 A 降下来的嘛？看一下你自己的图形，对吗？应该是个 A 嘛，最后是个 B 嘛 ，OK， 它的下列嘛，表示应该会是一个 C 大于 U 大于 A 大于 B 写完。所以应该你要会哦，好不好？就是单纯的东西你要会。来，再来类似的问题，你看到83页。如果是对数的话，你看到就是上半部分应该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对吗？对，你把 y 等于1代入，你把 y 等于1代入，你代出来之后，不是会变成是在这一条线吗？越右边的就越大，这样可以接受。看一下你的图形，最右边的应该是2，可以，你看一下你的图形应该没什么问题。第二个应该是个 A 啊，再来应该是一个 C 啊，再来应该是个 A， 跟得上我吗？你看看你的图形应该看得出来，可以看啊，我可以不用说吧，可以吗 ？OK， 这应该会是一个2会大于 A， 再大于 C， 再大于 B。好，这没有问题的话，在学测，它也许，尤其是多选题，很爱问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如果问了，请你要写得出来。你看到82页的第一道题目，它非常的喜欢问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实根 ，OK？ 以后只要看到有没有实根这种问题，请你一律想成是画图找焦点，因为实根就是焦点，可以吗？实根就是焦点，这个东西相加会是一个0嘛？你要怎么做？把它想成这样子的，把这个东西丢过来，它不是一个2的 x 次方会等于负的 x 吗？对吗？这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它其实可以自动翻译成，我就是一个 y 会等于2的 x， 还有 y 会等于负的 x， 你是把这两个东西叫做解联立体，才会解出这样子的事情。可以，所以表示其实我的这个2x等于负 x 应该是由这两个东西各自解联立出来的结果。可是你是各自解联立，你就干脆把这个图形给画出来。2的 x 你要去记嘛，应该会长成正负得性嘛。以及另外一个图形叫做是 y 等于负 x 斜直线嘛，你也会嘛，斜率是个负1嘛，所以画出来之后长正负得性嘛。y 会等于负的 x OK， 问你解联立的焦点，就看这里会有几个，就可以知道它有几个解嘛，这样解，一个就解完，懂吗 ？OK， 答案是一个。再一遍，只要问你有几个实根，画两个图比较，看它有几个焦点，就是答案。好，没问题。再请你看到第二道题目。
不要考虑一下当个医生，不要，你当医生好可怕。有的让我看到病人，然后活该塞个跳进去那种，变态。啊，好哦，好的吧，来吧，第二题。他说 x 平方会等于2的负 x， 但是是绝对值，问你有几个实根？刚刚讲过了，一旦今天问你几个实根，想办法画什么图？这个东西你要会自动翻译，它就是一个 y 等于 x 平方以及 y 会等于2的负 x 的绝对值，把这两个图形去解联立，才会解出它一开始给你的题目嘛。OK， 好啦，画x 平方。你一定会嘛 ？x 平方不是一个抛物线吗？所以 x 平这个不用思考，画出来就好了。长这样，零点带零点，这是一个 y 等于 x 平方。OK， 问题是呢，怎么办？老问题。看到绝对值，想到什么事情？看到绝对值想到什么？正负不够严谨。讨论嘛，对吗？讨论它什么时候是开绝对值的时候要换负号，跟什么时候不用换负号，对吗？我们讨论问你，x 的绝对值在什么地方出问题？零呢？比零大，正的嘛，比零小，负的嘛，对吗？所以今天呢，你再分两种去想，如果今天 x 比零大的时候 ，x 比零大的时候，这边不是直接拆负号就好了，直接拆绝对值就好了，对吗？这里拆掉负号了，应该是一个 y 会等于2的负的，可以吗？直接拆掉了，对吗？那如果今天 x 比零更小了，你的 y 呢，应该是2的什么2？把 x 拆掉，因为你底是负的嘛，所以先灌负号给它嘛，变成是负的 x， 但是这个负号再合体，负得正，那是个 x。OK， 这个怎么画？你要分两段哦，一段，当你今天 x 比零更大的时候，你看的是谁 ？x 比零更大，你看的是一个2的负 x， 回忆2的负 x 怎么画？2的负 x 是什么？2的 x。是什么？2的负 x， 对吗？但是今天比零更大的时候，你只看2的负 x， 所以在哪里？比零更大的时候，你只看2的负 x， 这里看。OK， 所以你的图形应该在这个地方。OK， 它比零更小的时候，比零更小，你看的是2的 x 次方嘛，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啊。那你是比零更小的时候看它嘛，所以看这里就好了。OK， 所以画出来应该是这样子的。OK， 这几个解就两个，因为两个焦点是真的，所以应该是有2个实根。再一遍，问你有几个实根，就画图，全部都画图。好的吧？这一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到时候看到题目再说。再请你翻到90页。我想推进我的口袋拿我的电池，但是我是不要老怕对啊，深仇大恨，然后被抓奇怪的东西。假设我上礼拜，我上礼拜的时候，有的时候喉咙有点开始，然后我就看医生，然后医生就把我那个喉咙打开，他就看我，他检查我，我就跟他说我喉咙很痛，就是肿肿的啊，对不对？他就很仔细的看我喉咙，我就很明确的说，对，看得出来你的生物是什么。啊，我就愣住了，然后他就说我，你知道我想讲扁桃腺，就。厉害的，看什么听？我告诉你生物线，然后动物质啊，动物质超人大小的，你看生物线怎么办？好快啊！这是犯错的，怪的。他不是故意讲错啊？故意的啦，这样你看得到，搞错字眼，看我。他先通过，然后再到位，那个公益，来，我们看到那个
90页，我们来解一下第3题。x 的次方是log 10的 x， 它会是一个10的6次方再乘上 x。OK， 这怎么办？应该小时候的我们是已经解到烂掉啊，也许现在有忘记，没关系，让你回想起来。当你今天看到次方有 log， 怎么办？就取 log， 这里是 log 10嘛，就给它取 log 10啊，这里也取 log 10啊。OK， 它取完之后，这不是次方吗？次方就是往前飞，对吧？次方往前飞就变成是一个 log 10x 再乘上 log 10的 x。可以哦，边写你边想，没问题，我只把次方往前飞而已。在哪？这个地方啊，这怎么办？稍微写快一点啊，那这个6去加上log 10x， 我可以这么快吗？各位可以吗？应该一下 ，OK， 所以整理完之后，应该这个 log 10x 两个相乘就平方嘛，减掉一个 log 10x 6，为什么？可以，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是 a 好了，当成是一个 a 减 6等于不是吗？10字交乘 ，a 这边是3，这边是2，减这边是加，所以 a 应该是个3，或者是个负2。OK， 那你不要忘记了，这个 a 不是你的写哦，这个 a 我们是把那个 log 10x 给换掉，所以你要记得把它写回来。所以 log 10x 可能这样就是3，你的 log 10x 可能这样就是负2，你要记得把那个 x 给分回来，可能会是10的3次方，叫做是1000，可能叫做是10的负2次，叫做是1/1。OK， 到时候学测解 log 的等式或不等式不会太困难，但是其实基本的东西基本概念你一定要会，所以请各位稍微思考一下，把90页的第4题打勾，还有89页的第4题也打勾，请你试着把它做出来。90的第4跟89页的第4，90的第4跟89页的第4。再加一题，95页的第3，95页的第3。
吧。好，我解一题，你解另外一题。题目是说，我先看到一开始那个例子，就是8节的例子，它告诉你阿尔法跟贝塔是这个东西的2根嘛，但我好奇的是说，那阿尔法加贝塔是谁？好，那如果你今天这样子写，好像我可以先把这个形式做个代换，我可以把4个这个次方写成是2的 x 的平方嘛 ？OK， 再减掉3我照写，这里不是有个2的24嘛？2的24不是4嘛？所以这个4我可以写在外面，再乘上2的 x， 可以了，可以哈 ，OK， 再加上16会等于0，对吗？那我整理完之后可以得到2的 x 的平方减掉12倍的2的 x 再加上16会等于0，是吗？2的 x 为一个未知数的一个2次的方程式，不是吗？所以所求，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说这个2的 x 叫做是一个大 A 嘛，全部的形式应该是个 A 平，再减掉12个 A， 再加上16会等于0。OK， 你这个2次是理所当然会有2个答案嘛，对吗？既然2个答案，就会有2根之和跟2根之积嘛，不要忘记根与系数嘛，讲过很多次了。OK， 如果今天这2个根，一个是 A1， 一个是 A2，2根之和应该是 A 分之负 B， 叫做是12。我再换哦，2根之积应该叫做是 A 分之 C 对以16。OK， 所以所求叫2根之和是12，这样子对吗？这样子不对哦，这样子不对哦，你不要忘记了 ，A1 跟 A2 不是我的答案哦，这不是我的，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阿尔法哦，那怎么办？没关系嘛，我现在的形式叫2的 x， 叫2的 x， 所以今天这个 A1 应该是把那个阿尔法代入所求的结果，所得到的结果，那个 A2 应该是把那个贝塔代入的结果，而符合我的答案嘛。对嘛？我实际的解答应该是2的阿尔法是跟2的贝塔是嘛？对嘛？相加之后应该是个12嘛。这句话可以得到，我应该是2的阿尔法乘上2的贝塔，叫做是16，对嘛？什么是2的阿尔法乘2的贝塔？不就是2的阿尔法加贝塔吗？等于16，这不是2的4次吗？对吗？真正的阿尔法加贝塔，它隐藏在这个 A1 跟 A2 相乘的地方，叫什么？好呢，来吧，你需要的话做个笔记，然后帮我想出第4题的解法。
你如果需要90页的第4题的话，你就看90页的第4题，我总是可以把那个log 3换掉，换成是 b 好了，它应该是一个 b 题再减掉3b 再加1会等于什么？表示今天我刚刚2个根，一个根是 b1 好了，一个是 b2 好了，相加之后应该是个3，相乘之后应该是 a 分之 c， 叫做是一个1。OK， 但不要忘记，我真正的答案是阿尔法跟贝塔。OK， 那我的所求不是应该我把那个 b， 我是把那个 log 3x 换成是 b 嘛 ？OK， 所以那个答案代入之后应该是这样，应该是 log 3倍的阿尔法再加上 log 3倍的贝塔，应该是一个3，以及 log 3倍的阿尔法乘上 log 3倍的贝塔，应该是一个1。OK， 从哪里可以生出阿尔法乘贝塔？应该是第一行。因为对加，你可以自动翻译成增乘嘛，所以 log 阿尔法贝塔叫做是3。你要求阿尔法贝塔勇敢的靠一圈回来，那个阿尔法贝塔应该是3的3次方，也就是67。OK， 95页的第3题一样，请你稍微努力一下。好的，我讲吧。题目变成是一个 log 1/2，然后2x 加6会大于 log 1/2的 x 平方减 x 加2。好，那请问你增数的部分，你看得出来吗？这个2x 加6跟这个 x 平方减掉 x 加2，究竟谁大谁小啊？应该会反过来嘛，因为你的底数是一个比例小的东西嘛。OK， 反过来之后呢，会变成是小于嘛。这个怎么解？我们先把它解开好了。它应该会是一个 x 平方，这个东西丢过来，应该是个减掉3倍的 x， 这个东西丢过来，减掉4嘛。OK， 你应该是要大于0吧？可以。OK， 怎么解？不等式，因式分解，看到 x 平方减3减4，应该应完 x 减4跟 x 加1嘛，应该没什么问题。OK， 你是大于嘛？小于在中间，大于2旁边嘛，你应该是会比-1跟4在右手边跟左手边嘛。OK， 自动翻译成 x 比-1更小，或者 x 大于0嘛，应该是这样子。OK， 但不要忘记了，你是 log 你是 log 你要符合什么东西？自然限制，选正底部忘记它，好不好？所以你除了这个东西之外，你还必须要符合的是你的增数 2x 加6必须要大于0，以及第三个你的增数 x 平方减掉 x 加2也必须要大于0，要符合这2个东西。OK， 没问题。这家伙是谁啊？2x 加6大于0，所以 x 会大于负3，我可以这么快吧？可以的。那它看到就是不等式，能够因式分解先因式分解嘛？因完之后应该是个 x 减掉2再 x 这样不太对，好像对 ，x 再加上1再大于0嘛？哦，不对，分不出来。这个东西啊，你再看哦，它是一个2次，一个2次要大于0，要怎么看？能够1吗？不能够1嘛？再检查。它会不会真的永远大于0？怎么看？看第一个，开口朝什么？开口朝上。再来第二个，看判别式嘛。判别式 b 平减 4ac， 正还是负的？负的，负的表示这个抛物线跟 x 轴有交点嘛？不会有交点嘛？所以你画完之后的，它应该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这样横正。很简单。OK， 那这
可以，可是你必须符合什么东西？必须符合是 x 大于负3，它必须符合是 x 小于-1跟 x 要大于10，所以画图之后全部符合的概念。这个是-3，这个是-1，这个是10。你比4更大，往右边跑；比-1更小，往左边跑。但是你比-3更大，往右边跑。所以全部的话，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都是符合的。所以两个范围写完，在-3跟-1之间，比起 x 10会比4更大，好吧呢？来了，横正所以表示它一定会符合，它一定符合，所以就不用管它了。就是这个东西一定不管怎么样都要符合。来吧，咱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些就是应用题的部分。代表说你的越23不是越分散越大，是你跟平均的差距差起来。1跟2的话应该是一模一样，因为你看嘛，我跟个数不一样，个数就是2倍，因为平均嘛，所以1跟2就是一模一样。然后第3道题目的话。3跟1比较应该会稍微大一点，因为它是超大60，这边是一样啊，2的到7应该是一样，虽然说个数一样，但是不到60。个数一样，值数这里头，口段它包含了 x 来你把你的适当的一个数据和个平均相减，平均相减一个就是你单看它的数据，你跟平均之后，你跟平均相减，再看数，它是不会变的，可以这样。